去年我们去了湖北的武当山，看到了南岩宫的龙头香，非常惊险，非常刺激。从明朝朱棣大修武当的时候，那个龙头香就存在。当时呢，很多人去那里烧香。我们在空中的画面可以看到，那个龙头香凸出来的大概1.3米左右，宽度的话大概30公分。有人去那里烧香，等于是跪着过去的，所以非常危险。从龙头香修成到清朝康熙年间，大概300年，无数的人从那个龙头香掉落下去，粉身碎骨。所以到了康熙12年的时候，当时的一个官员就禁止在那里烧龙头香，也是为了安全着想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全国唯一能够烧龙头香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今天来的广西桂林的八角寨。这个龙头香到现在为止还有人上去，当然游客是不行的，有专门的师傅代烧香。今天就来看一看。我们刚刚航拍看了一下，武当山的龙头香跟广西的这个龙头香对比呢，真是小巫见大巫。也就是说，武当山的那个龙头香，在这边桂林的龙头香上面就是一个弟弟。因为武当山的龙头香凸出来的可能才有1米多，而这里呢，差不多是90多米。人呢，从山顶走到龙头香是走一段非常惊险的道路。现在我们去看一看广西桂林的这个龙头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桂林山水甲天下，进入到广西，特别是桂林这一带，到处都是这样的山峰，就像我们说一个田螺一个海螺一样的。那这里呢，4个山峰，包括其他一些小的山峰，被称为群螺，就是一大群海螺在这里观天一样的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山脚下一直去龙头香都是要爬山的，因为桂林这边八角寨只能走路，没有索道，离那个田螺海螺越来越远。那么我们是从下面一直攀爬上来，一直绕着走的。这一块的山路是在这个石山上面开凿出来的，挖出来的，所以呢崎岖不平。因为它这个山的石头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石沙石一样的。我们先来看看这边的风景，这里都是丹霞地貌。这一块的龙头香其实是2个省都可以上来的，广西这边可以走上来，再往旁边移一点点，这边就是湖南，都可以上来。但是走上来有点区别，广西的要徒步上来，就相当于爬山，大概是2个半小时，我也是要走这么久。而在远方我们看到这边呢，就是湖南上山的路线，它是有索道的，那么就快多了。基本上如果坐索道，按照正常我们说10分钟，从索道爬到龙头香这里呢，可能也就是10几分钟，非常快。有索道就是方便，不那么累嘛。我们看看周围都是群山，感觉八角寨过去一点点就不是丹霞地貌了，下面有很多村落。而在桂林这边呢，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了，基本都是那种大的石山，就是一座一座山峰突兀起来分开的。而在湖南这边明显的全部是连接起来了，这个就是2省的区别在这里。我现在看这个索道好像也是停留下来了，没有人坐，不知道这边是关闭了还是说现在没运行，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等待游客的到来。前方看到的那个就是龙头香，现在我们准备去那里看一看。这个龙头香最上面离底部呢有几百米高，武当山可能100-200米，这里呢估计有300-400米，而且是垂直高度啊，像刀劈的一样的山崖。现在景区呢寥寥无几个人，我今天从下面爬上来到现在总共就遇到我们说的2组游客，也就是5-6个人。平时呢这里游客呢是
人山人海，大家都在这个位置等着烧龙头香。我现在已经来到烧香的地方，一般就是从这里下去，当然游客是不允许过去的。来这里烧香是有专门的我们说的师傅带烧香，相当于他是专业人士。为什么需要专业人士去呢？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龙头香的位置环境。前方就是广西桂林的龙头香。一般我们说武当山的龙头香危险，但是看看这里，从那里到这边距离是90多米。从空中的画面看，它这里突出去的90多米不是平的，它是一个斜坡下去，而且呢有上有下，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S 型一样的。最窄处差不多8公分，也就是说不到10公分。你想一想，我们在平地上面10公分的小路走都有可能会踩到旁边去，就踩下去。那这个位置呢就更惊险了，因为下面相当于是万丈深渊，所以说一般的人肯定是不允许过去的。你想一想，在武当山那个龙头香上面，从修建到清朝康熙大概300年的时候，无数的人掉落下去，那个宽度还是30公分。那这里呢还没有30公分，因为人行走的时候是站立的，那你这样走的话，稍微没注意踩空的话就会掉下去。所以在这里常年是有2位烧香的师傅帮大家带大家到那个位置去烧龙头香，他们相当于是专业师傅。我网上查了一下资料，他们在这里烧香有几十年，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这里烧香，已经20多年了。他们基本上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在这里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位师傅是怎么攀爬这个龙头香，身手敏捷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非常危险？就是在悬崖上行走一样的，手脚并用，看起来让人胆战心惊。这个高度是垂直的，它等于是贴着崖壁行走，太刺激太危险了。我这次来龙头香是没有碰到带烧香的师傅。现在我们看到攀爬的这位师傅的素材是2021年夏天时候拍摄的。尽管说这位师傅身手很敏捷，但是作为游客来看的话，感觉还是胆战心惊，让人害怕。这几位师傅在这里烧香，相当于变成了专业人士，也相当于是一份工作，因为是带大家烧香，故而呢就他们也是收取费用的。我网上查了一下资料，最便宜的相当于是199，还有399、699等等，每种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就打个比方说，有平安香、事业香这些种类。那么他们就是在栏杆这里拿好香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去。烧香并不说简单把香拿过去插在那里点，不是的，它是有一道流程，到了哪个位置做什么动作都是有规范的，这个才叫做专业人士嘛。大家来烧香也可以看到他们怎样的动作，所以呢很多虔诚的人士呢他就会来这个地方烧龙头香。现在这里是景区，以前没有开发的时候，大部分是属于广西还有湖南的人来这里烧香，因为这里方便嘛。后面开发的景区知名度增加之后，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来这里烧龙头香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龙头香看起来确实是非常惊险刺激。99米，高低不平，崎岖不平，上面呢不是水泥路，也不是砖头，基本上是那种石山，高高低低，起起伏伏的。所以说确实佩服他们，胆量很大。香的种类可能就这些，有长有短，就是说费用不一样。这个龙头香我们就看完了，现在准备下山去。同样的，我们还是回到广西那边徒步下山。经常说的一脚踏两省，
这里也能够体现得到。因为我们说的这个龙头乡从2个省都能上来，这边广西，这边湖南，一脚跨2省，左右手，左边从湖南上来，右边从广西上来，到了这里就合二为一，一起去看龙头乡。从广西进入这个八角寨景区，还有一项优惠政策，就是说你是拍视频的作者，如果粉丝超过10万，是可以免票进入景区内来参观的。但就是有一点，从广西登山是要徒步的，湖南那边是可以坐索道，这就是2者的区别。